为什么要做这期内容？因为过往的内容，如果你是老粉的话，会发现呢，我们讲的往往是有点高大上的问题啊。对于真正的咱们比较接地气的这个话题，我们涉及的呢不是没有啊，有限，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拿时间来呢，专门陪你聊这些。很多人问 GS 那期就是管兰师那期啊，那个节目明摆的是冬天拍的，为什么现在才发布？还有人调侃说我像日本人，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就关于这个冬天拍的视频现在才发出来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是受灌兰师官方邀请参观的工厂，包括探店，有些地方呢就是很敏感的地方，原则上呢是不让拍摄的，但是呢灌兰师官方呢对咱们这个腕表流行力这个团队呢还是很看重的，他们特意给了我们一个导演兼摄影师的名额，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呢拍了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呢我们自然也成为监管的重中之重啊，这个内容审查的时间呢比你我想象的更长，所以才导致呢冬天拍的内容现在才开始发出来。不过说实话啊，虽然这个标题叫阉割版，但是我最担心的被阉割的地方居然没有被阉割。你知道我怎么想灌兰师吗？很大气。因为说老实话啊，你再回看一下我们讲灌兰师那期探厂的内容啊，首先瑞士人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不会把这个所谓的腺样体容貌这部分内容呢让我放，同时呢自然得出一个结论，灌兰师居然把这个内容放出来了，没有阉割掉。然后这个我认为呢是我这个讲的所有这个腕表节目里的干货之一，其他地方阉割了我觉得无所谓了，但是真正的干货，真正我在灌兰师看到的东西还是对得起大家的，希望大家呢再去看一眼，就是关于腺样体容貌那部分啊。另外这个说我像日本人，我只能说呢这是我们导演干的好事儿，尤其是灌兰师探厂那个封面，对吧？第二个问题，说我们卡地亚欧米茄那期视频，有网友说女人选卡地亚，男人选欧米茄，你认同这种看法吗？然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从这个销量上考察的话呢，确实是存在这种典型性，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以偏概全啊。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叫做典型性偏误。某一个事物呢，因为它有它的很生动、很典型的这个特性，所以被人们标签化了，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完了广为流传，得出这个结论，什么女人买卡地亚，男人买欧米茄，这个东西是因为典型性偏误造成的。比如说我讲这个铂金那期呢提到的路易坦克啊，还有帕莎，这都是卡地亚的，如果不是男表的话，它也是中性啊。在铂金那期我讲过啊，我第一次接触到的铂金表就是路易坦克，我真的不认为路易坦克是女人的专属，而且这个名字路易为什么叫路易？当时卡地亚的掌门人应该就叫路易吧，据我所知那是个男的啊，所以它很小，你按照就是大众的标准来说，这么小的尺寸是不是女表呢？其实不然，如果你老看我的视频呢，应该能够注意到我属于那种代表宁小勿大的那种啊，所以像卡地亚坦克我认为是很标准的，很有权威性的男表。那么同理呢，星座里边有很多款式其实就是针对女的。最近几个月吧，欧米茄呢它的星座呢又出了一批所谓的珠宝化的女表，其中就有星座。顺便说一下，欧米茄的这个珠宝化是怎么实现的呢？除了宝石镶嵌以外，除了整体式设计以外，它用的是复合打磨，它对这个表呢做了全抛光处理，不灵不灵的，锃光瓦亮的啊，确实有一种这个豪华感。而且用都是贵金属，我记得都是贵金属啊，有没有钢的？钢的应该也可以吧。这珠宝行明显是给这个女生佩戴的啊，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卡地亚也有很好的男表，欧米茄也有不错的女表，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再说一个例子，我当年是做这个汽车媒体的时候呢，经常飞欧洲。有一次呢，就是下榻到一个酒店，已经很晚了，什么夜生活也没有了。我出来逛逛吧，但是我就在他这个大厅呢，我见到一排展柜，这个展柜里呢展出了一些高级表。这高级表有一款表呢，就是我一看到就心动了。别忘了那时候我是汽车媒体啊，没接触过手表。看了这个表以后，我觉得它很漂亮，我以前在很多地方没见到这么漂亮的手表，甚至产生了要买的冲动啊。但是结局你也知道没买。后来我做了手表媒体，我发现我当时看上的这块表，至少它的外形啊，就是卡地亚的帕莎。关于这个帕莎呢，我们以前的视频里讲这个卡地亚的类似于探店的内容的时候呢，或者新品发布的时候呢，聊了一下
帕莎，你可以再回看一下啊。简单说，帕莎是尊达设计的，所以呢，它有着这个当下这些爆款所具有的，至少尊达所擅长的这些设计上的一切优点，应该说是很美的。而且你知道，这个帕莎它的缘由啊，就是为一个叫帕莎的人特别定制的防水腕表。所以呢，这表呢，至少它的原型还是男表。至于说真正买这个帕莎的人是女生多还是男生多，咱们不得而知啊。而且我本人对这个帕莎是很欣赏的。多少年前的话呢，也考虑过买一款帕莎，但是因为你知道帕莎有很多款式啊，有石英机芯的、机械机芯的，它的机械机芯里还有这个什么大三针的，还有码表的。我看上的是码表的，而且呢，其实在码表里呢，它机芯配置也很丰富。其中有一款，我记得是是带柱轮的，不太确定啊，但是我印象里它应该是呢，当时叫 FP 机芯，现在叫宝珀机芯，它是一款超薄的计时机芯，它带柱轮。它是自动上弦的，在计时码表维度里，帕莎的那款应该是相当棒的，应该是喜欢它的男生是比较多的。这个有网友问，劳力士剑金皮带怎么样？保值吗？跟你们说实话啊，对于你们这些俚语的话呢，我不是真的很熟，我就是偶尔知道有什么沙士圈啊、可乐圈、百事圈什么的啊。但是这个剑金皮带这东西，猜想应该是什么呢？劳力士金刚表壳、剑金的这些表圈啊，还有链带什么的，这个什么就是剑金的意思吧？皮带嘛，可能就是说很直觉的描述嘛，就是皮带那个颜色的表盘了，对吧？这里边其实核心问题是一个保值问题啊。如果你认为将来你在卖的时候赔的比别人表少的话，我觉得那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东西的价格很简单，就是它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力士的现状是什么呢？你要去任何一个劳力士的表店，基本上看到是空空如也的柜台啊，有人给它起名叫枕头店嘛，就全是那个表枕，对吧？所以呢，基于这个事实判断，你如果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剑金皮带，关心的在售价格不会太低，因为它毕竟是劳力士，劳力士的粉丝众多，这东西呢当然也是随行就市的了，对吧？现在的劳力士二手价格，你再跟2年以前比，那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只能说是现在是买的时候，至于说是不是卖的时候，你自己掂量。这也是问的很敏感的问题了。您认为腕表真的有投资属性吗？您怎么看？有的人买了表以后从来不戴，就收起来等着升值这种情况。凡是在传播腕表能够升值的人，动机是什么我不好说啊，但都是利用了你的一个认知偏误，就是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化。对应的事实就是这样吗？你可能听说过某人买了块什么什么表，然后过一段时间这表升值了，甚至他把它卖了，变现了，还产生了一部分收入。你要注意小概率事件。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呢？那个时期很多人买了很多表，到底有几个人买的表是升值变现了呢？没变现的人，他们亏了吗？他没变，他也没法跟你说啊，说我这表是升值了还是没升值，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行情波动是不可预知的。咱们就说2年前买了某款表，今天你这表升值了吗？随便一款表，你可以说随便一款表，在2年前很可能大家都看涨的某款表，到现在也比你预期要低了很多啊。再往后咱就不知道了。我觉得你们要是真想投资啊，应该选一个正规的投资标的。这个首先有一个概念，如果你真对投资感兴趣的话，这个是头等重要的一件事，叫做大类资产配置。因为我不是金融博主啊，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如果你大类资产配置都没搞明白，都整不清楚的话，你这个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啊，如果腕表也算投资的话，你肯定是总的来说在你的资产占比里那都是微乎其微的啊。说好听点啊，管好了你的大类资产，那么你买的任何一块表都相当于白来的。如果是白来的话，它不是注定要升值吗？你白来的表，你卖多少钱都是升值，对吧？前提是你看好你的大类资产，而且大类资产它真的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管理的。这么稀缺的资源，你把它用来关注手表了，你说你是不是浪费啊？
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是有点那个不客气啊，但是我真这么想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说玩车玩表啊，玩到一定程度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正常的。我跟你说一个我玩车的经历啊，我玩哈雷，那关注了多少年了。曾经有一段何时呢，我因为我的换车的需要，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市场。关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什么呢？发现这里边我可以套利啊，就是我把我这个车卖了，买了这个车，买了这个车以后，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车又涨了，那我就小小倒腾了一下。有点小赚，但是呢，我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花的这些时间，如果我研究我的这个本行，比如说我是腕表媒体，对吧？我怎么样把媒体内容做得更吸引人、更好，有更多的品牌愿意跟我合作，那收益跟二手车这点赚的钱，二手表这点赚钱，那简直是不能比的呀。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你关心投资，还是要关注大类资产。然后腕表你就自当是白来的就是了。有人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很专业的啊。铂金补金是不是很费劲？我觉得啊，根据我对金属的这个粗浅的理解啊，它应该是很费劲的。它的延展性不如这个黄金好，因为它的熔点还高，可能会很困难吧。但是我同时又想，这什么人把表玩到了需要铂金补金呢？好，下一个问题，铂金的 Day 和这个5711钢带怎么选？我真的觉得从价值判断，就是我个人的有一个价值观，铂金 Day 的肯定是优于这个5711钢款，因为两个品牌都有这个品牌的溢价，但是铂金毕竟是贵金属，而且呢，它的稀缺度其实并不亚于5711钢款，而且现在你买的5711全是二手的，当然不知道你这个 Day 的铂金款是不是这个二手的了啊？是二手也正常，因为这个 Day 的其实这个存量也非常少。腕表上有圣伯纳狗头像的，就是铂金材质吗？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问题啊！1995年之前，贵金属像什么这个不同含量的黄金，还有铂金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标志。铂金的标志是一个瑞士山羊头啊，然后那个黄金的标志呢是瑞士的一个还有维齐亚女神。但是到了1995年以后，瑞士统一的把它都变成圣伯纳狗头了。为什么？你这么想吧，这些这个印记啊，它都是像一个戳一样印在这个表壳上的啊，然后它用一段时间它要换，它要消耗，而且每个贵金属呢，你都给就是说有不同的印戳，对吧？这东西它也是一种成本，所以呢，都换成圣伯纳狗头了，是不是就简单一点了？另外呢，就是除了圣伯纳狗头以外呢，还有一些辅助的信息是确定你是不是铂金的。比如说啊，首先 K 金的话，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除了圣伯纳狗头以外，还配了一个750标志，天平造型下面有750这个数字，圣伯纳狗头加 PT950，这两个标志同时出现，才告诉你这是铂金的啊。圣伯纳狗头下边还有一个空间是打字母的，比如说字母 G、字母 C， 这什么意思？这个字母分别代表的产地啊，就是我老说的那个产区啊。比如说 G 就是日内瓦产区， C 就是拉舍德峰。说老实话啊，你不在乎产区，可是人家行业都知道产区意味着什么啊。